来吧，铁工厂的这一款新作品钢索，也是铁工厂自己家新开的这一条，这算什么原创线吧？给我的感觉，这种风格很不错啊。首先第一点要夸奖的，它不再是在做那种官方变形金刚动画也好、漫画、电影的这些衍生产品了，它用了一些其中的角色设定，然后自己原创一些东西。其实我觉得铁工厂这一个系列跟之前我们玩过的那个蚩尤、藏王阁的那种风格有一点像。它虽然借用了变形金刚的一些题材，但是原创的元素更多了以后，又会觉得其实挺带感的。我对于铁工厂以前我一直说他家的变形设计是送的，你把他家的东西当可动小人玩就行了。这一次钢索变形设计都在线，那这一点必须得点个赞了。首先，盒子的外包装很简单，这个系列的风格都是这个样子，朴朴素素的，包括之前的那个白狮也这样。大将军豹王丸，后边这里是玩具的实物照片。制品方面，一份彩色的电脑建模图，变形指示还算详细。配件这边有很多的替换手型，替换手其实是胶手啊，它并不是塑料的那种硬的，是发软的。然后会有几个连接器，我已经连接在了身体上。给我感觉这一次铁工厂真的非常的在线啊！无论是从设计、审美，还有在一些材质的运用上面，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进步。但终归来说，铁工厂的这个做工素质还是不能达到一线的那种水准吧。可能在一些用料的方面吧，主体身上大面积的塑料零件还是属于那种不是太高级的感觉。虽然全身也有上漆吧，但这个料子的手感很一般。但好在它在一些危险的连接杆了、关节这些地方处理的时候，使用的是那种赛钢料子啊，看起来还是比较结实的，把玩起来也相对比较放心。身上的尖刺部分很多，碍于这个造型的限制，把玩的时候有一些扎手，所以要小心一些。但这个龙形做的是非常不错的，包括在这个包裹下来的这一身铠甲，就是日本武士的那种装甲吧，穿上了以后，甚至在龙的形态下也有那种穿着铠甲的恐龙的感觉。背后插着这两个大旗儿，还可以把刀背在身上。这里边就使用到了刚才配件包里边带的那个，不是配件包吧？刚才那个袋子里边啊，里边会有几个这样的小的连接器，把这些地方拔上来。铁工厂美型这块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带感的，再加上身上整零件上完漆以后，涂装的效果非常不错，金属的质感挺好的，透明的这些刀刃起到了一个点缀的效果。尤其我很喜欢龙尾巴这一块，这个红色的珠子也是挺点睛的，包括这个地方像是戴着那种武士头盔下边系的那个带儿，牙齿涂装刻画也很精彩。头部嘴巴这里可以张开啊，头部这个 Z 字关节拉伸出来以后，还有两个嘴泡，这有专门的刻画。牙齿、舌头，包括口腔里边的一些细节勾勒都有上了涂装。可惜眼睛并不能换颜色。其实这款钢索的一个龙形，我觉得更像是电影里边的那种味道吧。身上其他的部分包裹的还算不错吧，还可以啊。尾巴这里露着人形的两个刺刺，这里比较尖锐，小心扎到。尾巴的可动并不是太好啊，这左右不能动啊，上下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幅度，但是不多，直直的摆在这里。腿部的可动关节嘛，就是人形的手臂啊，所以可动起来也还行。包括这个地方的一个装甲，前边的小关节，这个地方只有一段球形关节，而且你看这个前边这一对小手也有一个臂甲挂在这儿，这个在人形的时候是侧裙甲，这种设计其实很有感觉。大腿上这两块腿甲呢，其实下边的关节摆放的幅度还挺大的，你想怎么摆都可以，由个人的喜好来吧。我是比较喜欢稍微的往前摆一摆，正面的这个防御。其实有一种马凯的那种感觉。最近我正好在玩骑马与砍杀嘛，很不错。龙形其实主要是可动差了点，其他方面啊都还不错。第一步，我们先把身上挂的这些武器都卸下来的，背后的小旗儿，两把刀，
龙拔干净就是现在的样子了。两个腿甲摆好位置。我们首先主要拆的是肚子这一块的这2片甲，左右有一个卡扣锁着，这个地方插得很紧，把这里解锁开，然后解松了以后，你才能去挪这个肩部的关节，因为这一块等于包在了肚子甲里边，也同时把肚子甲这个边缘给你顶起来了。解锁开这个卡扣以后，再把肩关节这个地方拉出双段的关节，这个地方特别的紧。不过吧，在开盒的时候啊，可以看到在一些球形关节的处里边有润滑油，这个出厂商润滑油还是比较贴心的。好，这一块整个拔开，接着抬起爪子，我们把脖子下方的这一片装甲抠松，插得很紧，这些卡扣抠松，连这个小爪子这一片放下来，然后下颚这里打开，上边的这半颗脑袋可以做一个双关节往前拉伸，然后2个牙齿中间的卡扣，包括后背这里装甲的卡扣，这里全部拔松掉。这个插太紧了，我们换一个方向来。脚板下方这里有2个卡扣，在这个位置，它变形到位是卡在这儿的。拆松了掰一下，好，掰松。掰松以后，双关节往起提，左右两边这里打开，然后翻转个180度。从这边转，把这里翻转180度，腾开。接着再顺着脖子这个中间的缝隙打开，这个地方的咬合点特别的多，因为在龙脖子中间这里有一根类似于脊椎的东西啊，上边有一些卡扣左右咬着，而且要注意头上这些尖刺的位置。好，全部拨开，把这根脊椎整个的拉起来。接着我们就开始把下半盘这里处理好了。腿部根据这里的双关节 Z 字折叠拉过来，然后下颚又一个 Z 字折叠提上去，刚好贴在这个缝隙里。侧面的这个又一个 Z 字折叠拉下来，找准卡扣的位置把它钉上。前面的盖板翻过来，这边又有一个卡扣，竖着插进去锁上。脚踝把这个关节往里放，一条腿就变完了。3个 Z 字折叠，处理的效果非常简单，而且很巧妙。它是用龙的脖子和有肚皮的一些地方，包括后背变成的腿部，和我们一般印象当中的尾巴变腿部的钢索是不太一样的，所以这个其实很像电影的一种风格了。接着另一条腿也是1个 Z 字，2个 Z 字，3个 Z 字，卡住，翻盖卡住，脚踝摆好。那2条腿我们就变完了，前边带着一个头这么长，很凶残吧？然后我们来处理后边的裙甲部分，这里又一个 Z 字往上提，提上来的同时翻转左右的2个小爪子，卡扣把腰间这里插合，这下方有卡扣啊。小爪子这个方向裙甲转一下，把2个爪子挂在屁股后边，这2个侧裙甲定好位置。下半盘我们就变完了，顺着腰身旋转180度，转到这面来。接着上边这2个肩膀不要锁定，先打开，我们要拆尾巴。拆尾巴时候也小心啊，这里很扎，主要刺太多了。左右分开，把这里的卡扣都撇开，然后根据这2个连接杆往出转，转出来以后，
肩膀先跟这么放过去吧。这个地方有一个90度的旋转，先拉下来，再根据这个双段关节卡上去。卡上去以后，这里有一个卡扣连接，定好。这个就只是一个造型的零件，背后的这个，另外一边也是打开，然后根部拉下来，双段关节贴上去，卡扣锁住。好，变到这一步，脑袋旋转个180度，这个球关也很假，因为是整件上漆的关系，这个漆面可能跟球形关节这个地方的阻尼也大。然后把这一段贴到底，再一个 Z 字折叠，把这里的卡扣锁上，龙头就背在后背了。这两个类似于背包小翅膀，我们斜着就贴在这儿。最后再一个 Z 字折叠，把这个肩头卡到位，要摆正啊，因为肩膀的这个关节是球关，调好了。肩胛也调好，最后大爪子旋转180，往后再翻，拳头露出来。好，主体的变形就完毕，接下来是我们的装饰过程。这个刀子拿过来，然后把这个连接器拔下来，反着插一下。总的来说，这个变形过程还是非常有趣的。它身上运用到了非常多的 Z 字折叠的双关节的变形，而且在一些处理的方面来说，可以说是非常新颖的一个方式。对于钢索这个角色来说，这样的变形处理目前应该还算是一个非常创新的过程。之前我好像并没有见到过这么去变的。电影的钢索好像有过，但是并不是说完全雷同的那种。所以说这一回的铁工厂竟然设计很在线，我对这个设计是非常喜欢的。第三方就应该有这种创新的意识。这就翻回来说，现在的这些第三方小比例圈子已经内卷成了什么样，连铁工厂都开始做这么用心的设计的时候，你们可想而知小比例的战场厮杀有多么激烈。而这一次的钢索出来呢，给我感觉第一个，首先铁工厂的美型一直是在线的，他们家就是以这个漫画线的用户为主要的客户群体，再加上对于变形金刚喜欢帅气的一些题材的朋友们，肯定会选择他家的产品，美型非常的不错。变形设计这一回做了一个非常质一般的飞升，用料材质方面虽然说不如其他的那种高端品牌的产品啊，或者说一线的第三方产品那么的好，但这个料子也还行，比之前的料子有进步。主要还是在这些关节的地方啊，比如说一些危险的地方换了赛钢，里边还上了润滑油，也算是用的比较贴心吧。再加上这个东西不贵，这是最主要的。这个钢索相对来，咱们只能说相对来说啊，如今的第三方小比例市场，这钢索预定的价格可能才200，我听说预定有240的啊。这个是胖子帮我吃线花了310买的。吃线了，没有预定到好价，再加上现在这个钢索的评价很高，所以呢水涨船高嘛，这个可以理解啊。没预定这个怨自己，吃线不到310块吧，反正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还能接受，因为对这个产品的素质来说，我觉得300多还是可以的。身上涂装做的也很好，而且这一条半原创的武士风的这个路线选择的非常棒。他们家后续有一些产品做出来，包括在之前的 TFCon 展会上面，我们可以看到一排那种武士小人，而风格非常的统一。其实这样做下来的话真不错，就按照现在钢索的这种素质水准啊，如果能把五龙聚齐，那想象一下5个大武士摆在那里应该也是非常棒的。这一回真的我可以说
真的可以怎么形容呢？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。Nice。没想到呀，铁工厂这一回的变形设计还这么的棒，这钢索的体验非常非常的牛逼。所以这句话说回来，能有进步，在这些厂商里边一直慢慢的稳步发展下来。虽然之前的产品口碑有一些差，或者说在某一些地方是一个大的劣势不足的情况下，还能继续的慢慢把产品线做足，在原先自己不足的地方一点一点的累积，一点一点的，对吧？在进步，尤其是在设计的这一块，铁工厂这回做的真的非常好。可以说，如果这一款钢索能把用料材质，那这款钢索绝对满分作品了，都快，几乎可以达到满分了，很精彩，很精彩。甚至来说，它的配件都很好玩，甚至于它的这种造型，包括它的武士头盔，再加上身上的装甲、面雕，还有它的武器，做的都很好。背后的这两个小旗儿拔下来以后，看到这里还是有一个刃的，透明的刃，你可以把它握在手里边，变成两个大菜刀一样的板斧、菜刀，你怎么认为它都可以。最关键是，这玩意儿还能合体，其中的一根斧子你可以翻出一个卡扣来，然后把两个接在一块儿。这咋有一种渣渣辉的感觉？屠龙宝刀点击就送，师兄弟来沙巴克砍渣渣辉，就那种感觉。哎，两个小旗子其实拼一块，这把大刀挺好看的。玩过传奇的都知道，屠龙就这样。真不错，可以了，可以的。漫画钢索的头盔确实和擎天柱这个很像，再加上脸颊两侧口罩上边的那个獠牙刻画，这个也都是漫画的钢索一些元素，感觉就是在漫画钢索的这个头上又戴了一个这种日本武士的战盔，而且这些金色的涂装挺好看的啊，但是这个地方特别的扎手，而且这个地方挺尖锐的，玩的时候小心一些吧，别碰断了。光学镜这里还是个透明件，胸口也是橙色的透明件嵌入，但是咋说呢，这个涂装素质一般般。你看这个异界的现象多多少少会有，所以我说啊，铁工厂的这个代工啊，料子也好，涂装也好，它还不能达到一个一线的水准，它身上其实是有那种很脏旧的自洗处理的，包括腿甲靴子尤其很明显啊，有做自洗，但是不太明显，可能是因为这个本身深灰色的一个关系吧，再加上洗的可能有点过了。我在尾巴时候说很喜欢的这个珠子的造型，变成后边的装饰件以后，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点睛效果。两条尾巴对着这么一折叠，还把中间偷胶的部分给你盖了起来，稍微的遮挡了一下，很聪明。腿部这里也算整齐，也不会觉得露着零件什么的多乱，其实能看到的也就是一个龙形的下颚，完全可以接受。曾经我非常不看好的这么一个厂子，我一直认为它就是会做美型而已，没想到人家的设计现在已经进步的这么快了。电影的龙，漫画的人形，再加上自己原创的一身武士的铠甲，可以说让这款钢索也算是一个混搭货吧。但是这个混搭的效果不讨厌，我对这款钢索的评价非常的高，可以说呀，也是一个值得吹爆的作品了。这款钢索可以是强烈推荐购入的，如果说最近的价格没下来的话，大家可以等一等再版的一个消息啊。如果说能继续保证像钢索这样的一个素质的话，那绝对可以把这条线继续追下去了。再点个赞，很棒很棒，强烈推荐。